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志奇，欢迎回到志奇机器，每天给你观点多元的时事分析。如果你不想错过各种时事和生活议题讨论，记得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哦。那今天就让臀部服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最近的肾结石被欠款事件吧。欢迎回到今天的 YouTube 观察日记哦。那昨天10月14日的早上呢，肾结石他在脸书粉专上面 PO 出了一张截图，提及他被一间公司中断了合约，但还有很多的钱没有拿到。那这件事件呢，其实不是单一的案例，之前也有其他频道的创办人在个人的脸书上面提及过相关的事情，而 YouTuber 群组呢，也开始陆续传出不满的声浪。那这些旗下曾经有阿迪英文啊、9man、小玉、肾结石等知名 YouTuber 的公司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哦。那由于这个事件呢，其实牵扯到的是整个 YouTube 的生态，还有一些相关的历史，所以如果只是我们来讲的话，并没有办法讲清楚。因此呢，我们就找了一个前辈来跟我们一起聊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迪。好，那阿迪，你作为YouTuber 的前辈，然后你之前也曾经有在这间公司嘛？对。那我觉得你可以先跟观众分享一下，说到底什么是 MCN？OK，MCN 的话呢，它全名是 Multi-Channel Network。那它的顾名思义，它是把很多的频道聚集在一起的一个算是共同的品牌，所以它有权限可以把这些频道的收益全部都先集中到它的公司当中，然后呢，再以某一个趴数的分润发给这些 YouTuber。所以简单来说，它是一个联播网的概念。没错，就是联播网。然后，但为什么会需要这样子的集中管理，然后都再发给小频道呢 ？OK， 所以这个跟MCN 的历史有一点点相关，也跟 YouTube 历史有点关系。就是因为 YouTube 在一开始发展的时候，我们如果讲回去，在2015年，也是我刚刚出来当 YouTuber 的那一年，其实那时候 YouTube 不是显学，大家对 YouTube 就是觉得就是一个放影片的地方，这个低潮，然后创作者跟创作者之间没有很明确的社群产生。对。所以那时候呢 ，YouTube 它很需要一个像这样子的第三方，可以算是经纪公司的一个角度，也算是一个社群中心的角度，把这些创作者聚集在一起，让他们可以在这个当中彼此合作，也可以让这样子的一个机构更去激活整个 YouTube 创作者的社群。了解，而且这样对 YouTube 来说，他们也比较单纯，他们就是对一个公司。对。这样的话，可能他光台湾就要对好几百个创作者，那他们其实没有这么多人。对，没错。所以因为前期 YouTube 非常需要 MCN， 所以 YouTube 这个平台是算是非常不吝啬的给 MCN 很多权限。是什么权限？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了嘛 ，MCN 它可以算是先把所有的收益放到公司，然后公司再给嘛，所以第一个是收益的权限。然后第二个像是之前有一种形式的广告叫做长的不可略过的广告，这个是只有加入 MCN 的 YouTube 频道才能够开启的，一般的独立频道是没有这个选项。那这个长广告就是那个15秒的那种广告吗？对，就是它总共可能15到20秒。OK， 但是它是不可以略过的。懂。那这种形式的广告，它的CPM 会比较高一点点，因为高非常多。对。第三个权限是因为 MCN 共同管理，所以它可以针对它服务的频道去做所谓的 copyright strike， 就是如果说我发现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个人上传了我一模一样的影片，如果你有 MCN 的话，你加入联播网的话，你可以透过联播网去把它下架。可是你这样讲起来，你刚刚讲到这两个权限，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有了嘛？对，没错。我现在也可以直接去检举啊，因为有的人会盗我们的影片，就常常直接按一按。对，所以这个我其实刚刚讲到跟 YouTube 发展历史有关嘛。OK， 因为 YouTube 发展一开始呢 ，YouTube 是非常需要 MCN 的，但是呢，到后期你看像2017年，然后我觉得2017、2018慢慢 YouTube 变成显学是一个。算是一个热门的关键词，就是大家都知道 YouTube。更重要的是，创作者的这个生态圈或者是社群圈已经被建立起来了。所以呢，从我记得2018年年底左右，很多的这些只有给 MCN 的权限，慢慢下放给一般的独立创作者都可以有了。那讲到这边，我有点好奇，就是听起来好像是过去 YouTube 很需要 MCN， 所以他给了 MCN 很多的权限。但是现在这些权限其实已经下放给一般的所有的小型创作者了。对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加入 MCN 到底有什么好处呢？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创作者，其他他们其实都挂在他们的旗下？
以往加入 MCN 的逻辑跟现在已经不太一样了。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最基本的这些权限面，其实现在独立创作者就有的话，你不太需要加入 MCN。但我就先讲我自己过去加入 MCN 的逻辑。我是2015年的年底左右加入的，然后我待了3年。那时候加入的时候呢，其实是有谈制作费的。哦，就是说，因为他会从你那边得到分润，所以还给你一些资助，对，协助你成长。没错，就是我那时候有一个系列叫做2分钟英语教室，它的开始就是因为有跟这个 WebTV 有合作，然后他有给我一些制作费，然后让我可以就是做这样子的内容。那当时候来说，其实我的频道非常的小，我的频道那时候5-6万订阅吧，就很小，真的是小频道，对，小频道。然后，所以老实说呢，他们从我 MCN 拿到的分润是非常非常的少的，就是那时候好像也是7-3分，然后这个3就是整几千块钱这样子，然后他们补助给我的制作费是比这个还要更多的。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哇，这个真的是太棒的 deal 了，就是很棒，而且我拿到这个制作费，我是可以制作出来更好的内容给大家。那我频道某种程度，它其实就是在培养你这个频道放。对，就是在小的时候就可能有一些给你一些资源，然后让你可以成长这样子。那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然后第二个原因是 MCN 这边会说我们这边有什么样的创作者，那你加入的话，可能就可以跟他们合作。然后可以跟他们有一些互动啊什么的，就加入这个生态圈。了解。我现在有点难想象，我觉得大家就觉得现在的 YouTuber 都混在一起啊，对，那时候连 feed 这件事情其实都没有。对，那时候还没有这个风气。那时候创作者真的就是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面跑，这样子就是平行的。然后再来呢，他也有那时候啦提供说我们也会有一些业务的服务，就是如果有上岸，那我们可能业务会帮你当窗口去接啊，然后一样就是某个分润的比例，那你就可以不用自己在那边跑来跑去的，就接我们这边单一窗口的东西就好了。这样子我越听越觉得它跟经纪公司很像。对，我相信其实观众朋友大家应该也会觉得有这个好奇。对，它跟经纪公司的差异是什么？MCN 跟经纪公司，我自己认为，我个人立场，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分开谈。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操作逻辑不一样，他们的现金流不一样。对 ，MCN 的现金流是你的 YouTube 分润每个月某个趴数都一定是给他，应该是说反过来是你的 YouTube 分润全部都给他，然后他分润其中一个部分给你。对 ，OK， 这个是 MCN 赚钱的方式，所以因为他拿了你的分润，所以他可能会给你制作费，可能会让你就是拉入他们的社群，给你一些频道成长上面的协助。所以这一块 MCN 这一块应该是比较 focus 在 YouTube 这个频道的成长。经纪约呢，则是因为有了 YouTube 成长之后，开始有商案了，开始有机会了。经纪约是帮你维持品牌的形象，并且呢，帮你去处理这些琐碎的需要联络的窗口啊、合约啊、法务啊、税务等等的，这是经纪公司要服务的范畴。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 ，MCN 这个广告联播网呢，它其实在做的事情就是让你这整个频道持续的成长，然后它就可以从中获得它的利润。但经纪公司的话呢，可能专注在的事情是你个人品牌，又或者是你的商案上面报价的成长，对，他们得到的现金不一样。对 ，OK。所以这两个东西呢，要提供的服务也就不一样。没错，当然你可以 MCN 跟经纪人都谈，同时谈，但是我觉得这两个逻辑要分开来思考，就是你需不需要 MCN， 还是你现在需要的是经纪人。了解。那如果你把它混在一起想的话，它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，或者是加入 MCN 有什么样的坏处吗？我能够最直观想到的第一个是时间的问题，就是因为在新媒体的这个环境呢，你的成长很多时候其实是不可预期的。MCN 跟经纪约其实都是一样，它都会有一个就是希望可以签约多少时间、多长的时间，可能一次就签2年。那2年对于一个频道来说是一辈子的时间了，基本上你签下去的时候，你只考虑我现在的状况，就我现在是这个分润，所以分润下来你拿到多少钱，然后你给我智慧多少，我觉得是公平的。好，你跳2年之后去看，你成长之后，它就会变成是一个不平等的合约了。所以说呢，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性是需要考量的，就是你不能只思考说我现在的 deal 是什么，而是你要思考我继续努力，然后成长到2年之后，我那时候可能在哪里？那在那个状况，这个合作是不是还是对我
有利，因为尤其是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 YouTuber， 尤其在你说5万、10万以下的时候，他们都还很年轻，是吧？他其实对于未来的状况是不清楚的，对。然后他们很容易可能一开始5万、6万的时候，我拿到1个月我给你2万、给你3万的制作费就很多了，对。但其实到了你2年后、3年后，就会变成是非常非常很小的差异。那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当然，生意在商言商，本来 MCM 就是要这样子花长时间现金流，然后把它养到后面可以赚。可是也很容易因为这样子的关系，让很多的创作者到大的时候就会觉得说，我是不是被削了啊？我那时候好笨，然后就很多很多的冲突发生。但我要讲的第二点是，加入 MCM 之后，因为你的收益都是直接先到他那边。所以，你自己要很勤的去追，说你有没有准时的拿到你该拿到的分润 ，OK， 这样子，对，这也是你的责任啦，对啊，因为变成是你的钱全部授权就是先给他了，然后他要再分润这个给你嘛，所以你不自己去检查的话，他如果漏给了你也不会知道。那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？我觉得照盛杰他有 po 出来的东西看的话，他是说9月份的制作费，对，可能没有办法拿到了。那他是10月的时候才讲的，那这个其实感觉上他跟合约跟之前谈好的是不一样的。那这样会造成蛮多，我觉得创作者蛮多的困扰的，因为钱可能都开下去了，但是你后来才被告知说，我上个月的钱会拿不到。这个如果是跟当初合约谈好的没有办法照实履行的话，应该都是要提前讨论，然后我们应该讨论都是之后的事情才有调整空间。所以这样子一来往，会觉得真的未来也没有办法继续合作了。对，我觉得信任关系的破裂是最麻烦的事情，因为信任真的就像玻璃一样，你破了就是破了，它就是会有那个痕迹在。对，你再把它粘起来，它还是会漏水。而且我觉得我看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因为毕竟我个人是商人，所以我就会觉得更惋惜，因为我觉得钱你什么时候再赚，其实真的都可以赚得到。但是创作者是很珍惜的资源，就是你今天能走到100万以上，台湾就是这么多人，然后你跟一个创作者破碎的关系，它其实是会影响到以外的所有创作者，包含了其他所有的所谓的创作者大，甚至是所有未来小的创作者，他们都没有办法再继续跟你们合作了。我觉得这的确是要很小心的一点。对，而且尤其是我自己在处理的话，我可能会更小心，因为毕竟创作者他们的话语权是很大的，随便 po 一支影片可能都是几十万人看，然后甚至是100万人看。那这样子的状况下，我觉得我是觉得蛮难过的，因为毕竟这间公司曾经拥有过这么多的创作者，然后也是很多的小频道他们渴望加入的一个联盟啦。对，它是很指标性的一间公司啊。对啊，因为我们也曾经被问过，对，那我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种 YouTube 的这个生态圈也是受到了某个程度的重击。因为过去这种经济跟创作者互相扶持、互相拉抬，然后一起前进的那种状态，可能会在这边很难继续走下去了。对，所以我们还不知道事件会怎么发展，因为我们也还没有看到 WebTV HR 有任何的回应。对，但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说，这样子的事情，其实对于双方来说，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结局。我觉得，那最后我觉得看这支影片的观众啊，应该会有很多其实是年轻的创作者，他们很关心这件事情。那你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应该要给年轻创作者的忠告？我觉得刚刚其实都有讲到，但是呢，最核心总结一句话就是。当你在签任何的合作合约的时候呢，如果你占了别人的便宜，你就要期待，对，你要某种方式去还他。就是这个世界上会合作，绝对都是双赢，才会合作长久的走下去。如果他只是单方面你拿到很多好处的话，你就是没有这么好的事情了。你绝对会要期待说他会用其他的方式。来去补偿他给你的这些资源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，对，一定要还的。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，大家要知道合约的意义。就我们的每次的合约，其实它都会有时间，它都会有应尽的义务，然后跟责任等等的东西，要有条款，对，就一定要好好看。就是年轻创作很多都会在一瞬间就
就踏进去，然后觉得太好了，然后可能上面有很多法律用字你们都看不太懂，然后就直接签下去，最后才发现怎么了，或者是可能有些是口头谈好的条件，实际最后都没有落实。没错，对这件事情真的是我看过太多的人来问过我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一定要好好看。而另外有一点是，其实所有的合约都是有调整空间的。你会看到那个合约，他可能会跟你讲说这是一个制式化的合约，我们都是这样走，但不是这样子。这些制式化合约是他们的法务为了保护他们公司所写出来的东西，可是我们每个人的频道条件都不一样，所以他不可能给每个人同样的制作费，给每个人同样的东西。你一定要想办法跟他讨论。那如果你拿不到你要的东西，那你宁愿暂缓这一次，对，你就不要签，就真的不要签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合约上面不是只有挖空的地方可以改，所有都可以改。对，所有只要是有文字的地方都可以改，但是你要看懂了它，包含了时间点，包含了应尽的义务，包含了你想要换到的资源，所有东西都是可以讨论的。对，就是你签下去那一瞬间，真的就是你答应所有的条款。我出社会第一堂课就是真的不要乱签合约。对，坦白来讲啊，以年轻创作者，我们这样子的生意的规模，你其实也很难请得起一些法律的资源或律师去，在真的面临到一些状况的时候，去跟别人对干。所以合约是拿来干嘛？合约是拿来建构双方的预期的。所以如果你今天做了这样一个黑纸白字，就是别人也觉得说啊，你已经知道未来我们会怎么样，那你之后就是要来还的。那不要到最后就说啊，我走入了贼船，我怎么样？对，这个是你自己当初没有看好。那最后呢，就希望这个事件还是能够走到一个更好一点点的结局啦，不要就是卡在这边，我觉得蛮难过的。对，那希望今天的影片也对大家有点帮助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，其实 MCM 这个广告，广报。